陈红岭高中毕业一个新兵打靶高中就可以，怎么把左眼球打得粉碎？怎么打到自己脸上呢？哦，漏夜抢救，输了80袋血，生命还垂危。部队别的没有，血最多。我记得我在花莲当狱官的时候，有一个上尉，哦，他要退役了，哦，他是这个候补，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他不是官校毕业，他是专修班毕业的啊，他升到上尉，家里的独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花莲，他们那个部队长这个同事们请他吃饭，喝醉了，晚上平交道的时候出车祸了。我号召我们师部连的兵哦，跟他血型一样的，通通去这个慈济医院吧，慈济排队，是喷的血输进去，喷的血输，不停的输啊，哦，然后呢，还是经过医院还是不行哦，流了多少血哈？那现在80袋血哈，但是呢，好像生命一定是流了，一面输还在流了哈。那另外呢，说脸部被重创昏迷了，那地检署火速立案要查明真相，因为现在没有军法了嘛。所以很多时候都属于地检署要去查哈，左眼喷出你看多惨，所以军方说要停用同款 T91步枪，每次都这样，飞机出个事，这同型的飞机都要停下来检修，说这枪是不是有问题哈？那开始是说枪爆炸，枪怎么会爆炸呢？这个很奇怪嘛。后来又说这个是不是他姿势错了打伤自己？这是不是对自己打呢？别人打错也怎么自己对自己打？我们打过靶的都很奇怪啊，军方又否认说他已经射击了26发，剩最后1发怎么打到自己呢？哦，20发都正确，怎么可能最后枪对了自己呢？哦，所以呢，这个军方说不是膛炸了，而是不明因素。那到底怎样？哦，那法医高大成是说99%是膛炸，哦，枪自己爆炸了啊。哦，那军事专家说，国产 T91步枪没有出过意外。这因为步枪这是很简单的构造，也很简单，它没有出过意外啊。哦，那另外呢，这个网络就是说有没有录影啊，有没有把它拍下来啊？哦，那说打靶也需要有护目镜啊。其实我们在部队打靶哪戴什么护目镜啊？根本不可能有护目镜嘛哈。那另外沈博阳说国军装备维护不足哦，他没有讲说这是老共来害的哦。那另外呢，这个粉专也就酸爆沈博阳。哦，说是什么装备长灰尘啊？他说呢，国军常见装备买进，这是沈博阳讲的，装备买进却放在仓库里吃灰尘的情况，哦，所以呢缺乏演练与保养，所以关键时候出现意外，那网络就笑他。我们看一下。22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成功岭发生了一起意外，一名18岁的邵姓二兵在打靶练习的时候，疑似发生了误击意外，伤势严重。18岁邵姓二兵被紧急送到医院，左脸有大面积伤口，紧急气切，进行了11个小时手术，过程中输了80袋血，止血之后暂时稳住了生命，人还在加护病房，还没脱离险境。他左眼是看不到，然后在开刀房仔细观察的时候，它是一个粉碎的状况。他的伤势包括了左眼粉碎、颜面开放性骨折，伤口从嘴巴到左脸一路延伸到颅底，深度大约8公分，脑部经过大脑断层，还有多块金属碎片。院方补充，邵姓二兵刚送来时昏迷指数8，目前采取镇定低温治疗，先将生命真相维持稳定。陆军实军团表示，事发时是在靶位上，初步检查枪支外观完整，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意外原因。杨文志，那个军方已经说不是膛炸了啦，就军方是讲说它有3种，他在打靶的时候有3种姿势嘛，握的，然后立射嘛，还有先跪来再立射。那有可能是不是在最后1发的时候就不幸误击自己？现在是最新的说法，好像是这样啊，所以已经不是确定不是膛炸。如果是膛炸的话，因为他主要是左脸嘛，好像左脸伤得非常严重，1/3的脸不见了，而且还可以看到颅底。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在想说，如果是膛炸正常来讲应该是右脸啊，怎么会左脸？所以现在已经确定不是膛炸，但是怎么样就是以国军宣布为准了。只是我觉得沈博阳很奇怪，因为沈博阳是民进党栽培的国防的新秀啊。在去年，在上个会期，本来召委是那个陈明文的儿子陈冠廷想要做召委，后来柯建铭还硬要把陈冠廷敲掉，让沈博阳来做召委。就是沈博阳可以在消息都还很不明确的情况之下，直接就说啊，这就是因为那个枪支啊都长灰尘呐，哈，长灰尘，所以拿出来用啊，就膛炸啊，军方应该要好好保养枪支。这种说法在网络上被人家打脸打到爆啊！很多人讲说，在当兵的人啊，
经常就是去擦枪。那沈伯洋是以为说是怎样，是找到一个箱子，是那个箱子上面都是灰尘，打开来直接拿去打靶嘛？这怎么可能是？你如果说一般人就算了，你是国防委员会民进党栽培的新秀招委然后记者问你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子胡说八道，那大家怎么会相信你在国防这方面的监督会有品质？所以这个问题，而且这是这么严重的，牵涉到一个打靶的流程，可能有问题，或者是说这个一个人命的问题，结果胡说八道。我是觉得他可以这样子，也是蛮佩服他的啦。那然后刚刚讲那个双城论坛问题，我觉得我是觉得很奇怪是。梁文杰在到底在演什么啦？他说，哎呀，蒋万安忽然不去了，他很意外，也很遗憾。不久，你是很希望蒋万安去吗？你根本也不希望他去啊，因为按照民进党的逻辑是，任何交流都是统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会希望台北市政府去？你根本就不希望他去。就人家现在撤回，照道理来说，你应该说，哎呀，蒋万安你这个从善如流啊，哈，这个很棒，我给你拍手。没有，我说，哎呀，你怎么不去的？我好遗憾哦。这个政府有必要演成这样吗？台北市政府要不要去？当然，我觉得尊重台北市政府，因为他后来现在好像是要延到那个他们总质询之后嘛，大概12月到1月。但中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你假设你是遗憾或希望他去的话，就不要卡人家。像那个蒋万安他们要去的时候，还给4点提醒，其中有一点莫名其妙，就是说你去可以啊，但是不要讲到牵涉中央事务，例如观光，他也说不能谈观光不能谈观光要谈什么？去年那个上海市的副市长在双城论坛的时候就说，他会鼓励上海的人多来台湾旅游嘛。那这个东西当然现在因为两岸关系没有继续下去，可是往前谈总是好的啊。那你不希望两岸观光交流吗？然后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现在好像8月底还是9月初，31间旅行社关闭倒闭台湾现在旅行业是非常惨的。那你政府好，你要两岸关系要断掉，那请问一下，你又拿出什么解方来救观光？你不能说我什么都卡，可是我也没有对策，那要这个政府要干嘛？好吧，这个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国军手中一把把 T91战斗步枪，设计承袭 T86战斗步枪，也是如今新兵打靶训练最常使用的枪支。就是这次十军团18岁邵姓义务役新兵使用的枪支，22号打靶发生意外，造成左脸碎裂，左眼球不见，还在抢救中。也让人想起去年10月空军防空境飞弹指挥部302营许姓上兵在清泉岗基地同样使用 T91打靶射击时，当时枪托打到地面，造成子弹从下颚贯穿脸部，当场昏迷送医，还是宣告不治。还有2023年2月份时，陆军104旅第2营官兵打靶时65K2步枪膛炸，黄兴训员右脸颊手部轻微灼伤，一旁接弹壳的中士班长右手中指擦伤。还是新训单位挑出来这种射击枪为主，那个部队的干部都会先做一些检查，它的枪管的活性比较大。那但是国外枪可能可以连续打4个到6个弹夹，那我们的话可能大概3到4个弹夹就必须要休息一下。合金钢材这个锻造、冶炼等等都有相关。如果以 T91战斗步枪来讲，可能枪支卡弹无法射击，检查枪支向左转检查退弹位置，加上机枪闭锁不全，右手误触击发，也可能酿祸，或是可能枪管温度过高发生膛炸，枪支钢材可能内部锈蚀发生麻膛，还是通枪部棉絮残留都可能发生意外。尤其射击时基本上都是右脸贴枪，通常发生意外都会是右边比较严重。家属还上网发文表示，从小看到大的小孩都会帮忙照顾妹妹，希望大家替她集气，脱离险境。马委员，国防委员会怎么看？刚刚国防部已经有开记者会，就是说他已经排除是膛炸，还有他人误击的这种状况。因为本来在打靶的时候也是发生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旁边的人会打到他也有可能。可是他说他是最后一个打的，然后也是最后一发，所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膛炸的话，那个枪支会破裂，可是他们国防部提到的是那一把枪其实还是完整的，所以它很可能还有其他子弹，就是它的弹药的一个破片去伤到也有可能，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那像这个部分其实也凸显出来，我们老实说，我们的有一些
武器装备真的是比较老旧，那像有一些弹药，是不是也应该要适时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些检视，其实才不会这么容易发生。因为近几年其实已经发生过非常多的枪支的意外事件，还有拿空包弹在厕所，然后在那里玩，就是在那里把玩的时候，其实也是误伤了旁边的人。所以像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发生。那像这样子不管是你的装备老旧，或者在维保上面，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注意，或者甚至刚刚提到的近几年枪支，就像刚刚在那讲到的时候，就我们在打靶的时候，其实前后左右，然后一个步骤都应该非常的谨慎，然后非常的严谨。可是现在它的安全措施啦，或者它的装备保养，还有靶勤的纪律，显然出现了问题。因为你在打靶的时候，旁边都会有一个那个教官在指导，而且在看，那他到底是在看什么？因为以那个枪支的长度，你说要往回打，而且还打自己的眼睛，那个不可思议。然后，所以就这个部分，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要再重申，不管是武器弹药的装备的部分，或者是人为的因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国军其实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职业。那在这里，现在我们又在这样的紧张的状况之下，而且大量的现在不管是教招也好，或者像义务役大量的入营训练，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更应该要谨慎评估，而且我们要编这么多的预算，应该要把钱用在刀口上，那应该适时的把这些像加急我们已经通过的这样立法通过的，应该也要给军人做一个更大的保障跟吸引。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执政党应该要做到的。就是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很大的悲剧。18岁，而且义务役做1年，他选择不念大学。我问你，这个年头，高中毕业选择不念大学，或者考得太差了，排在最后，所以选择不要先当兵再说。这个他已经是当今大家认定的社会的失败组。我们有成功组和失败组，他已经是失败组了。他现在说，本来的报纸是说他打了以后眼球跳出来了，不只是眼球跳出来，他说他颠掉1/3的脸，他表示说什么？他这个眼眶上面的脑大概没事。所以他命是活下来了，但是他命活下来跟不活下来的悲剧，不晓得哪一个大，我都不太清楚。我问你他这个1/3的脸没有了，他这个余生18岁以后的日子他一定要这个脸部要重建了，然后眼眶要重建了，眼眶里面的眼球是假的我问你，这样一个社会非胜利组的家族成员，从18岁以后，他现在当然要退伍了，军队也不要他了，他就退伍了命捡回来了，然后有一半的脸是假的。我问你，他这辈子怎么过？我觉得政府不能说你闯祸，害政府丢脸，你回家，以后不管你的，不可以，这个要特别照顾。休息一下回来。好不好？叫补发现金1万，我真是笑死人了。原来说不行，这个影响到国家，后来又说这个好然后呢，这个能够这个对国家经济好，然后呢，世招会就说呢，他不要领不领就不领嘛，因为事实上是有人不领，以前也有人不领的，不是每次都有人领的多了那很多人不领嘛那不领就不领了嘛。结果呢，他们又有这个民进党的一些这个网军说应该成立一个救国基金。真把我笑死了！你这个救什么国就算你2300亿通通拿了，也救不了国你国防预算一编多少钱？不但每年6000多亿，现在还要编一个韧性计划上兆他们告诉我，那个兆只是刚开始编，以后还更多预算了。那所以他们本来说呢，要加一个不领取的选项，表示我们这么多人爱国要增设这个救国基金。后来民进党很多人反对说你这搞什么鬼的？难道领就不爱国了吗？不领就是爱国了吗？这什么？你这个逻辑哪里来的？很多人虚钱恐殷呢，他需要这个钱嘛。这个对有些人也许不重要，对有些人是很辛苦的所以现在搞了半天，就有点像父子骑驴后来又说好像不增加这个选项，本来就不应该增加这个选项嘛。你有没有领
到最后总数就算出来了嘛，总数多少人没领，一下就算出来了嘛，何必呢？那吴思瑶就说，这实在是扰民的多此一举。我同意吴思瑶是扰民，搞这干什么东西？多此一举嘛。那李彦秀说，反映看报治国的窘，就是说你随着媒体起舞嘛，照理讲你政府应该有定见嘛那尤云龙说，这个说行政院长失去请辞的最好时机就是父子骑驴了，这样讨好了这些人，那样讨好那些人所以呢，这个很好笑。我们看一下，院长怎么看这个距离1万的选项有引发一些争议，有要说明吗？因为上一周卓院长接见组成抢救国库联盟要拒领1万元的法师式招会，更考虑要再普发1万增设拒领选项，让亲绿名嘴跟支持者都难以接受。文朗东就批评卓院长以明显不适任请下台。台北支持者徐美华也说，拜托赖政府团队不要再做蠢事了，蠢也要有个极限好吗？连自家党团前任干长吴思瑶都跳出来喊话，这实在是造成扰民的疑虑我想这种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实在不需要刻意的，还要去进行系统的设置跟规划。行政院可以把这笔钱拿来做社会福利那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尊重个人意愿。眼看朝野都怨声沸腾，行政院发言李惠芝也说明，行政院决定维持原有领取管道，不增设额外的页面，主要原因就是考量成本跟安全问题，而且怕还要建设另一套身份验证系统，会增加各自被冒用的认证风险，也强调了后续会持续倾听各界的建议。梁文汉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从一开始，总统泰院长在726之前，当已经过了1万的时候，他就会要审慎考虑到底要不要发这个话也是说在前头，因为之前我就有讲过，为什么？虽然是行政院长卓荣泰认为说预算人在我手上，他可以好好跟国人说明清楚之后，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去做。很简单的理由是因为这不是台湾第一次发钱。马英九前总统发过消费券3600，后来蔡总统发了2次3次3次蔡总统发什么3倍券，而且各种方式都有。3倍券的第一次，我一讲观众朋友印象就有了，还要先拿1000，然后再拿回来，对吧？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你有沟东仔来，你这也可以消费，一大堆理由嘛。那时候就有人讲说要发现金，不行。后来到了5倍券的时候呢，还讲说发现金比较好，所以现在才会找到很多立委陈明文什么都讲说发现金比较好，就是那个时候。结果后来呢？后来还是发5倍券，不是发现金，最后发6000，所以1次、2次、3次、4次，台湾已经有4次经验了。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已经有形成一种想法，就是当政府它有超征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要告诉我已经都完全逾律，你就算是可能要本来有什么计划，你也就把钱发了。好，那现在这个事过境迁以后，现在已经726、823之后，你现在要发钱了，也行政院也同意了。第一关对大部分民众来讲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对于当时跟着卓荣泰院长一直认为发这个钱会影响到我们国库财源，万万不可的，包含霸团的人，你没有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说明为什么现在要转变，之前话讲得太绝。一个是没有沟通，第二个就是市教会法师以及其他那个叫抢救国库联盟进去的时候，大家会质疑他们的专业性，就是说法师虽然就是爱物爱民，可是他是财经专家吗？他讲完之后，你说一个就是所谓的不领取的选项，这个也莫名其妙，因为你写一个不领取的选项之后怎么样？他不管有没有写不领取选项，你只要没有领，他就是在国库。你以为那个钱就可以拿去送给孤儿院专款专用？不行啊，他就只是留在国库的钱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另外告诉大家，领了钱以后，如果你不想要用，你可以捐给很多单位，这可以，你就呼吁嘛。所以为什么你会去想说增加一个不领取的选项，要隔短短1天以后被骂了，又讲说今天行政院又跟大家讲说不会，我们不加这个选项了，就是刚刚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前因后果没有想清楚，所以就会变得有一点父子骑驴。老沈，我回国接近40年了，39年多了，我认识世教会法师也很接近，起码35年以上，我几乎回来就认识他。他35年来他的说法做法其实没有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难改你一向的行为作风。他就是热心关心公众事务所以他自己觉得他过得去不领，这个可以到此打住。但是我觉得他下面那是他的 idea， 他说要一个国家永续基金，这是他的 idea。那行政院长听了，就重点是爱国嘛，讲好但是呢，没有多久就小红了，就不要了，因为一定有人先给他讲正调，就小红了。所以先要
我这样行政院院长啊要啊，后来就不要了，后来又要了，那后来又要了，就说你不领就填一项，就是说我要这个，不领然后捐给国家的选项，这才就给不哎。就多此一举的，就我们常讲的脱裤子怎么样那个就不能讲了。我跟你讲，你不去领，钱就是在国家的手上了。国家永续不永续，不关你的事你也管不了。你今天的民进党政府的特点就是动不动就是 resilient， 就永续嘛，坚韧、永续、韧性没你司法司多嘴，多管闲事，这个你害了民进党政府更加丢脸，好吧？另外就是这个营养午餐了因为中央现在砍地方的预算嘛，蒋万安说事权也搞不清楚了乱砍一通那现在学校跟业者担心200万学生的权益怎么办那原来喝牛奶的，现在还有没有钱喝牛奶这个营养午餐能不能补助然后呢说这个中央要地方买单了，说呢你们现在这个统筹分款分多了，其他钱你们自己出那谢国良说呢，明年税入少了90亿，基隆市了，预算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编，倒在地上哭也没用。还有一个市长讲这个话真的让人家很心痛那另外呢说呢，这个到底2026到底结果会让谁来承担呢？你说你砍地方的预算，那怎么办呢？很多这社会福利都分不了等等，我们看一下。应该让政治去损害孩子及农民的权益，再苦再穷不能苦的孩子，绝对不是嘴巴说啦。团膳业者喊话政府不要为了财划法斗争牺牲人民，因为原本中央政府补助每名学童午餐10元的奖励金，偏向学童则补助14元，年度总经费约38亿，目前却无人编列。中泰日前也说了，学校午餐费用回归地方政府负担。目前没有编列这部分其实会造成很多伤害，比如说学生他的供应品质的伤害，再来是农民、行政单位跟地方其实要做充分的沟通，不可以把学校午餐这个区块当做这个所谓的牺牲品。团膳业者2周内也将找相关学童家长团体共同联署，期盼政府重视。而另一边同样是经费遭大砍，台中国民党立委杀到交通部抗议。我们今天台中队全部跑来交通部，中央若不履行承诺，就是信赖变耍赖。因为终结拦截经费42亿元，行政院却仅核定1.68亿元补助，遭砍96%。而基隆虽然明年统筹分配款增加73亿元，但经盘点，明年税入仅237亿元，减少17亿，让市长谢国良欲哭无泪。我们就是要拿这230几亿，而且我们拒绝大幅举债，所以我才说有点想哭的感觉。那其他都不重要了啦，你就算我现在倒在地上哭也没有用。毕竟谈到钱，中央地方恐怕都很难后退一步。那你觉得那个有没有影响到地方的午餐什么牛奶等等？我想现在当然这个中央在一般性补助款上面因为这个去年度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预算有删除的原因，所以大概每一个县市都有受到影响但是按照新的财划法进来大概以台北市为例，大概明年度会多增加大概420几亿就统筹分配款那边就是。对。那统筹分配款进来之后，那接下来到底台北市政府接下来这400多亿要怎么分配？那我想这个当然在接下来编列预算要来去跟大家说明清楚。那大家市民朋友一定会很关心说，那捷运工程、轨道工程会不会影响？营养午餐会不会影响？那其实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事权。也就是说，那这个事情到底是谁要来做，对不对？过去中央有钱的时候，他当然在每一个地方县市，营养午餐可以多补一点，轨道建设它可以多补一点。可是当现在中央的钱变少了之后，来到地方钱变多了，那地方自己自筹自行负担的这个钱，它就得增加。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我认为在行政院跟地方其实大家还是要充分的沟通啦，因为最后还是到底你不能说钱拿了，然后事情还是中央做，或者是中央拿了钱，然后中央不做事，这两个状况其实都不对嘛。所以现在应该就是行政院在财划法的部分，上一次已经提到，包含很多县市首长去到行政院跟行政院去沟通。那我觉得现在好好的把事权厘清楚，然后这些预算每一个县市政府怎么样来去编，我觉得这才是正道啦。那大家不要觉得说删了这些预算，好像这个地方就能够大发财，然后能够做很多事情。事实上，在过去很多的这些中央的包含教育跟社会福利的这些预算，都是有来自中央的补助。就有3种钱了，统筹分配款增加了以后，那专案补助跟这个一般补助，那到底会缩减？到底
怎么平衡？来，元之，你当过议员，那个刚刚亮君讲说什么蓝白有3预算，造成地方什么预算受影响，这都是乱讲的啦。现在讲的根本跟3预算都无关。现在讲的东西，现在讲的是说预算受到影响，就是要拿一般补助款来讲。不是，那这跟3预算有什么关系？3预算的跟3预算都没有关系，搞清楚再讲啦。现在的争议点是在于说，中央认为地方的统筹分会多了，所以他要在一般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款砍地方，现在争议在这里，跟3预算没有关系。大家不要把观众好像随便乱讲一些东西，让大家搞混了，那都没有关系的事情。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政府就是分配资源嘛，哈，他现在认为说，地方的那个营养午餐的钱啊，他现在就不补助给地方，叫地方自己去想办法。那地方如果没有钱的话，这个东西就没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像我最近也有遇到很多家长啊，他跟我讲说，明年那个舞蹈班的预算也没有，他们本来舞蹈班可以参加一些什么联合公展啊，这个钱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教育部本来有一个计划要补助去做这个事情，也砍掉了。那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央就用的就是说统筹分配税改增加这件事情，砍就地方，他说砍就砍啊，捷运他也砍，教育他也砍，社福他也砍，那你要砍到什么地步？今天这个事情应该是中央地方，那大家就来谈嘛，就是讲清楚哪些项目，例如说这个事情啊，因为你统筹分配税增加了，那我是就给你，大家讲清楚，而不是中央说爱砍就砍，那你这样会砍到比之前更少所以中央他们现在的做法就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央重视什么事情，他营养午餐不重视，教育不重视，这些不重视，他重视什么？重视那些大老板的这个补助啊，譬如说。现在明年呢，什么外交部、内政部要给扶轮社，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狮子会1.6亿的那个活动会场的补助，中央只有资源分配的，在中央的他的脑海里面，原来教育跟社福还有一些这些钱是不如那些大老板的那个场地补助来的重要。我觉得这个施政的顺序、优先顺序简直就是乱的套。可见说这个政府心里面只有什么？因为反正给那个小朋友营养午餐，小朋友也不见得会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大老板现在社团大老板，政府补助我1.6亿，哇塞，那以后还不支持你吗？你对我这么好，所以我希望说，我觉得这些钱都是人民的税啦，还是希望说政府好好把这些钱用在刀口上了，不要这样子。该花不花，不该花扣在手里啊！不对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讲的就好像蒋万也这样建议，就是大家坐下来谈一谈，事权到底哪些应该中央负责，哪些应该地方负责，把它讲清楚了。如果大家都同意，就照这个嘛。休息一下再回来。